通过本期视频，你将了解到什么是算法、算法的性质、抹茶算法、常见的算法思想、什么是一个好的算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硕子的频道，我是一个胖嘟嘟的计算机系小伙儿。你一定听说过平台推荐算法、手环计步算法、大数据算法、人工智能算法，但是你对算法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你知道它确实是一个存在的东西，而且它可能对你的生活和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。比如有了平台推荐算法，你的视频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播放量；有了手环计步算法，你就可以占领微信运动的封面。至于大数据算法、人工智能算法，反正我不是很懂，厉害就完事儿了。那么算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走错片场了。算法是一个定义准确的，可以由计算机执行的有限指令序列，用来解决一类问题或者进行一种计算。这个定义确实有一点抽象，不过现在我将向你展示一个我创造的算法，我愿意称之为抹茶算法。至于为什么是抹茶，别问，绿就完了。现在在你的面前有3个杯子，我们称为 A、B、C。A 装的是红茶，B 装的是绿茶， C 是空的。你想把绿茶和红茶对调一下杯子，这很简单，把 A 中的红茶倒进 C，B 中的绿茶倒进 A，C 中的红茶再倒进 B， 这样就完成了交换。不过在计算机中，算法的实现通常是通过编程语言，而不是我们的胳膊和手进行的。这个过程体现出了算法的有穷性。我们倒了3次茶。确切性，我们倒茶的时候总是从一个杯子倒在另外一个杯子里，而不是把它给喝掉。输入项 A 装红茶， B 装绿茶， C 空。输出项 A 装绿茶， B 装红茶， C 空。可行性，你差不多只需要5秒钟就可以倒一次茶了，比我还快。倒茶的动作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。常见的算法思想主要有递推法、递归法、穷举法、分治法、贪心算法、动态规划法等。我们挑2个好玩的来说一说。递归法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一个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，讲的是从前有座山。好，我们这里省略一点细节。其实如果你用心的话，你会发现刚才的故事中，每次讲到了讲的是这3个字，就会进入一个开始不停调用自身的现象，这就是所谓的递归。不过聪明的你一定会发现，这个故事其实并不能称作一个算法，因为算法会在有限个步骤后终止。那么老和尚要跟小和尚讲故事讲到什么时候呢？我掐指一算，大概还有6个月。完了，今年考研我考不上了。我们再来说一下分治法。众所周知，高考理综考的是物理、化学和生物。我如果先做物理，再做化学，再做生物，这样就可以分而治之了。我真是太聪明了。不过当我做到第3题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穷举了。那么什么样的算法是一个好的算法呢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。第一个是时间复杂度，第2个是空间复杂度，第3个是正确性，第4个是可读性。前4个都比较好理解，而第5个是健壮性。健壮性并不是你在抹茶算法中拥有麒麟臂就可以为所欲为的，而是面对不合理数据输入的反应能力。你正倒着茶呢，忽然有妹子约你喝奶茶，我问你，那你应该怎么反应啊？管它健壮不健壮的，奶茶它不香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有不足之处，敬请批评指正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不错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订阅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